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謝文基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思密好，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川普，現在豪賭他要奪的就是核行動，但是現在恐怕會被全部殲滅掉。今天我們會來看到川普他的核行動恐怕會面對的7大難關，致命難關有哪一些呢？那麼美軍會不會重演當年的黑鷹計劃失敗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東戰火延燒到現在，川普可以說是內外交迫，但是現在似乎正在醞釀一場是連美國軍方恐怕都做不到的任務。來自於華爾街最新的披露，川普現在正在考慮的就是一個極端的選項，他可能接下來要派出特種部隊了，要做什麼呢？深入伊朗的境內，強行奪取大約是達到450公斤的高濃縮鈾，這麼難度高的一個行動，我們來看到是需要長時間佔領跟撤離的一場地面戰，連美軍退役將領這一位是沃特爾也很不看好，他說這並非是能夠速戰速決的任務。為什麼說非常的致命呢？我們趕快來看到，對於美軍來說，要奪取這些核設施、核濃縮鈾，有7大的致命難關，一起來看。首先，第一關，你要進去的時候，總要有突破吧？你在空中的時候，就可能直接被打下來了。面對的就是伊朗的防空飛彈，還有它的無人機可能做攔截。會不會美軍在第一關就被打落全滅了呢？再來看到的是，接下來你要登陸的階段，但是你沒有建立好安全的落點啊，臨時搭建的這種落點也需要數天甚至數週才能建立好。接下來第3關，你必須要進入到安全落點之後，佔領當地的戰場。但是呢，你成功降落之後，特種部隊你也要確保這周邊是安全的吧，因為你一旦到了地面，你要面對的就是來自於伊朗的正規軍、伊朗革命衛隊還有民兵的全力反擊，在這個階段就可能造成美軍非常嚴重的傷亡。緊接着來看到，就算你真的登陸了，但是接下來你要面對的是他們的地形啊，裡面有許多的瓦礫跟陷阱的地域，濃縮鈾藏在這麼深的一個地底下跟廢墟當中，你要怎麼進行挖掘？還有你要怎麼進行排雷呢？再來就是說，好，你真的如果成功，可以進行到這個瓦礫堆裡面去夺取它的核設施，或者是它的一些濃縮鈾，但是這個階段是你要怎麼處理這些核能呢？風險就是它擁有這些核設施的放射性物質，一般的士兵是無法去執行的，需要科研人員在戰場上，對他們來說，這個生存難度也太高了吧。好，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奪取了這些核設施，但是你根本就搬不走啊，因為達到了40到50個這一種特制的鋼瓶裝載着，還需要多輛的卡車，到底要怎麼樣搬走呢？最後，同時也是撤離階段了，同時是被視為最危險的時刻，整個部隊必須要再次的起飛。行動路線恐怕遭到伊朗給掌握，必須要避開來全面追擊，而起飛的階段就是最容易受到打擊而全部殲滅的階段了。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這個任務的難度到底有多高？美軍是否重演當年的黑鷹悲劇？對，這位美軍退役中將沃特爾講得非常好，他已經把7關會面臨的難題通通講得非常清楚了。但在歷史上面，我來舉這些例子，大家就會發現說，他講的的確不是危言聳聽。為什麼呢？好，我們先看哈，就是在1980年代，這我們提過，叫做鷹爪行動。在這次鷹爪行動是為了要救出66名在德黑蘭的伊朗人質，對不對？於是就派出了8架直升機要去把人質，因為他們都算好了。派出美國最大的 CH-53重型直升機要去救這些人質，66個人，再加上美軍的特種部隊，這樣算進去的話應該夠了。然後還有護航的戰機，結果你知道他們千算萬算就沒有算到一點，哪一點？沙塵暴。結果2架直升機在沙塵暴之中，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當時還沒有 GPS 系統，1980年的時候，2架直升機撞在一起，造成8名美軍死亡。這個行動馬上去問
請問卡特總統這件事情怎麼辦？當時就馬上下令取消了。為什麼？因為這已經沒有辦法再達成任務。就算特種部隊能夠進到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解放出人質的話，也來不及用直升機再運到當時海外的2棲突擊艦上。大家要知道，在1980年，美國就已經具有2棲突擊能力的突擊艦，就現在我們常在提到的，就迪利波里號啊，或是全獅號像這樣的船，美國當時就有了。可是因為長距離奔襲，所以說今天沃特爾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點，你必須要有絕對制空啊。然後你要選派的人，我們現在就要先點出來，不可能是特種部队，特種部隊幹不了這個活兒。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要去奪取，你要去搬人家的濃縮鈾。大家要知道，那個濃縮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麼一小顆，或者是像一個手提袋就可以拿得起來的。這些濃縮鈾都要放在特制的儲存槽啊，然後它移動的話要放在更特殊的鋼瓶裡面，它才能夠移動，這要非常小心的。所以你必須要有專業的核設施處理人員，不是特種部隊。那特種部隊他們沒有受過這樣子的訓練，所以說你必須要有懂的人。那些人坦白講，根本就算是科學家，而不是軍隊。就算他是特種部隊裡面特別挑選出來的精英，懂得怎麼樣防範啊，像這個銫137的外泄啊，大家知道。還有鈾原料啊，在那個輻射外泄，這個都是屬於專家級的士兵才能夠做得到的。那你有多少像這樣子的士兵？當你奪取了之後，你又怎麼樣可以安全的運出來？這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問題。然後我們從頭開始講，他一進到那個伊朗領空的話，伊朗不是委內瑞拉，他有他的空軍。我說一句實在話，他還是能夠跟你奮力一搏。你要取得絕對的空優，你才敢派這樣的部隊下去，對不對？那如果沒有的話，你隨時都可能遭遇擊落。你一旦擊落，損失的人員不用多，專家損失了5個人，整個計劃奪取濃縮鈾的計劃就泡湯了，就失敗了。為什麼？因為只有專家才能夠移得動那些東西，我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然後你降落之後，就像我剛才講的，1980年代發生的那個事，伊朗根本還沒有找到美軍的位置，美軍就互撞，整個行動就失敗了。然後再到什麼？再到我現在要拿出來的黑鷹計劃，過了13年之後，所謂的黑鷹計劃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計劃，是根本黑鷹就是被擊落的。而且黑鷹被什麼東西擊落的？被索馬利亞的民兵用最原始的，什麼東西？火箭推進榴彈，還不是防空飛彈，那個火箭推進榴彈那個是打坦克的，他結果你知道，士兵躺在地上，對着天空一打，這個 Black Hawk 黑鷹飛過去之後，竟然中了，而且他每次都瞄得很準，都中這裡，中什麼？中尾旋翼，一中尾旋翼，整架飛機就報銷了。所以在黑鷹墜落事件裡面，總共有3架黑鷹墜落了。所以當初只是要把穆罕默德這個種族清洗的大軍閥給抓起來，把他的議員跟內政部長通通抓起來，送到國際法庭去審判。結果你知道，變成一敗塗地的行動。然後克林頓灰頭土臉。當時還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就是這個 MH-60的飛行員，然後他被俘虜之後回來，遭受非常不名譽的待遇。為什麼？因為他等於是投降了啊。那在戰地裡面投降的話，那是不能見容於國內的輿情的。所以整件事情對美國的這個輿論影響非常的大。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有6架直升機或12架直升機進到了伊朗的領空或者領地裡面，你怎麼樣能夠安然退出來？最後，就算這些都成功了，你要搬上什麼飛機，它才能夠運得走？一定只有一種飛機，叫 C-17全球霸王運輸機。這種運輸機沒有足夠的跑道，你下不去的。所以你要有絕對的空優以及地上的優勢。我覺得可能川普大概異想天開啊，這個事情你如果說真的要做起來的話，那是世紀大行動，對伊朗這樣子有主權能力的國家而言，根本行不通。好，現在伊朗就是面對美國這個核行動
另外一場可能會進行的這個地面戰來勢洶洶，看來是硬碰硬了。因為伊朗他也最新放話了，接下來他說他要考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意思就是會走向核武化嗎？我们现在看了一下伊朗手中大約呢，他這個走向完全核武化，距離這個目標到底有多遠？現在他手上有400公斤60%的濃縮鈾，200公斤20%的分裂材料，也就是說它可以快速提升到90%這種武器的等級，會不會在美國的硬逼之下，逼得伊朗現在乾脆全面擁核？那它最快可以多快造出核彈頭？上這個又怎麼看？是的，這次的中東戰爭哈，核彈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神秘跟曖昧的邊界。怎麼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美國、以色列都有核彈哦，那伊朗到底有沒有核彈？其實這次最後就認為要打擊伊朗的核能力或核武器。所以，即使師出之名吧，或者以色列非常在意這一點，就是不要讓伊朗擁有，是開啟這場中東戰爭的最大關鍵了。好，話說這次如果後面打得不可開交，包括地面部隊或等等，美國會不會最終對伊朗丟一個小當量的核彈呢？或者以色列呢？現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被炸到快要爛掉了，對，會不會呢？所以核彈這個邊界不只是它是一個這一次中東戰爭起始的問題，未來還是有可能會要面臨。當然，現在伊朗到底有沒有能力？特別是大家因為看到這次伊朗打美國打的真是下丟哈，所以會變成是說，萬一美軍失敗這個很難想象的命題的話，那伊朗如果真的能夠自主，包括現在荷姆斯海峽有好多的戰略的自主，非常的鮮明。他們會不會很快就要做核武？我相信會的哦。如果只要伊朗這次能夠喘息下來，因為在這次如果伊朗已經擁有核武，難道會打嗎？所以現在如果伊朗有任何的機會，再加上全世界都知道，雖然沒有錯啦，伊朗在被制裁禁運的過程，現在在外界包括聯合國方面原子能總署部分在掌握伊朗的所謂的這個核武的能力的時候，大家有一些統計，有一些地點，有一些材料的最後的歸納，比如說現在在伊朗方面，它的孔達部這個地方就是重水的生產區，重水是生產後面生產這個核裂變的這個布，另外一個這個很重要的地方。另外納坦茲都知道，它這個濃縮鈾裡面都在這裡，而且它裡面有1000多台離心機，繼續要把它的現在60%的這個濃度要繼續的提升，還有福爾多那邊也有燃料的濃縮廠。好。這是國外發現的，難道伊朗就只有這些嗎？對，其外界其實都不知道。當然，現在這個60%距離大家公認的這個所謂的U235作為軍事用途的90%還有段距離。但是伊朗真的只有報60%嗎？所以伊朗真的是不是神秘兮兮，而是外界當中能掌握的情報有限。就像這次一打仗，到底伊朗的導彈能力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地步？不是只能打2000公里嗎？就告訴你4000公里也沒有問題。好，所以作為導彈啊，我們現在看它的這個空氣力學跟整個彈道等等的，這個包括遙控的等等的，還有包括衛星的，這個很難呢，好像比核彈頭還要難，所以核彈頭很難嗎？不點都不難，而且伊朗它的所謂的裂變的材料全部都有了。好，剛剛思敏問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做？現在國際都公認它幾個月都做得出來，材料全部都充足了。現在只是有些忌憚，因為如果伊朗你真的有核武器了，這個東西被驗證的時候，大家真的打你了，甚至連中國、俄羅斯可能也都會忌憚你。對於伊朗的所有的國際戰略關係來說，所以伊朗這個曖昧不明。不是他曖昧不明，而是大家真的沒有真正掌握距離他真實的狀況，他能不能生產核彈。而這件事情不只是在先前打中東是因為中東戰爭打伊朗是這件事情，未來伊朗如果持續還是往核能力武器的方向，在這次美軍如果真的失敗的情況之下，這個中東的波動、以色列的不安還是會持續下去的。對，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伊朗在恐怕幾個月的時間就有能力可以做出武器級的這種核彈了。那麼，所以川普他堅持，他希望能夠打他的地面戰，但是呢，現在碰到的問題也蠻尷尬的，就是副總統范斯跟他是完全不同調的，還有他的盟友也跟他完全不同調。副總統范斯對外說呢，這個場戰爭啊即將要結束，而且是1年之內他不需要再出兵伊朗了，這是來自於副總統范斯的最新說法。另外就是盟友西班牙也出手了，宣布禁止美軍飞越領空去攻擊伊朗。這一場殘局到底要怎麼收拾？大師怎麼看？對，現在因為川普事實上等於說深陷泥淖，
那這些有關的可能去打哈爾克島啊，或者這個荷姆斯海峽附近的什麼幾個島嶼啊，還有就是就是說去把這個伊朗的濃縮鈾啊把它奪下啊，這些都是媒體在報道的。我想這都是川普可能他的軍事顧問提出了幾個可行的方案。如果要擴大的話，這幾個可能是比較好的切入點，可是都沒有說要全面啊。就是說從陸上進攻伊朗，完全沒有這個計劃。那如果不用這種全面進攻你占領大批土地，或者甚至把德黑蘭打下來只要伊朗不投降，伊朗不棄甲役兵不怎麼樣，高層不逃亡的話，這樣戰爭就會打下去。那所以這個現在就在比耐力了。不過川普的問題比較多，因為川普他可能就是說，他除了這個軍力上沒有辦法達到目的，那國內的意見越來越多。美國上個禮拜已經有900萬人上街頭了，對，都是針對川普的，對，這對他是很不利的。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能源危機的可能，全球性能源危機可能爆發，這爆發以後一定會造成美國的能源價格高漲，那會更加劇他內部對川普執政的不滿。所以現在看起來比較脆弱的應該是川普這一方。所以呢，我覺得川普可以收場的，第一個，他當時找范斯出來就已經有一點點想要收場的味道，因为范斯從頭到尾都不贊成這場戰爭，他是反戰，而前一陣他也公開對批評內塔尼亞胡說，你們那個時候認為斬首行動成功就可以帶動的這個伊朗的政權轉移，這是過度樂觀的期待。這個東西他有一點把這個推出去了那范斯又講說這個東西可以結束還1年之內不需要再動用兵力這都是一種可以找到台階下的一個說辭。所以現在還是看川普一念之間那我覺得就是說川普應該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他會塔口，而且他又面臨自己給自己的一次挑戰，就是4月6號。因為他那個延長10天到4月6號就要面臨了，所以他必須要做出決定。是，那4月6號再延長一次的話，那就可以看出來川普不想打，不想打的話，那伊朗又不配合的話，那川普就要發揮他自己的創造力思考，宣布勝利以後退出。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持續關心伊朗這一次真的是豁出去了，他怒嗆世界大戰要正式開打了，並且他炸了以色列的煉油廠、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廠，中東全面陷入戰火當中。今天開場的3個火線話題，我們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伊朗他報復轟炸了以色列的海法煉油廠，並且揚言世界大戰開打，這一場衝突會不會失控？接下來看到伊朗持續的攻擊，包括了來自於科威特的海水廠，還有杜拜港的郵輪，這一些波斯灣國家看起來已經沒有安全的地帶了。中東周邊國家還能坐視不管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川普，他宣稱已經摧毀了伊朗99%的飛彈，但是現在問題來了，伊朗的地下飛彈牆竟然是可以快速修復的，多快呢？48小時內就可以修復，代表美國大規模轟炸根本無效嗎？像是打地鼠一樣，根本起不了作用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伊朗的這一次的反擊，真的是一步比一步還要更強烈。最新消息是，他針對以色列北部的海法最大的煉油廠發動了這一起攻擊，造成煉油廠大爆炸。那麼，川普氣炸了，他是告訴了《紐約時報》，他很快就會看到行動。如果談判破裂，美國將會打擊伊朗的最痛的地方。那麼，確實，31號凌晨，美國跟以色列是立刻發動了空襲，空襲的是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軍事設施。我們先來看一段現場的最新畫面。
現場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火球是照亮了夜空。那川普剛剛是也立刻轉發了這一段影片哦，他似乎覺得這影片很值得炫耀，並且警告他有下一個目標，就是能源基礎設施，還有伊朗的發電廠、油井跟主要出口的樞紐，也就是哈格島了。然後我們接着看到的是伊朗的國會議長是立刻反駁，他說指控美方將自身的慾望包裝成新聞，如果他接下來伊朗遭到反擊的話，伊朗會以數倍的力道來做反擊，揚言另外一場世界大戰已經正式的要開打了。再這樣打下去，會不會變成世界大戰？謝大使怎麼看？我很肯定說不會，最多這個戰爭只會有區域性的這個戰爭的這個格局啊，因為要打世界大戰的話，要幾個重要能夠打世界大戰的國家之間要有矛盾。那現在看起來這個矛盾只有美國跟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然後呢還有跟海灣國家正在形成的矛盾，所以這都在這個區域裡面。而且這裡面的這個主要的這個戰爭的另一方啊，他的軍力投射不出去了，對，投射不出去，你打什麼大戰？你伊朗好了，現在就是說美以對伊朗，伊朗是被他在他自己的土地被圍着打，對，伊朗能夠打出來就是那些導彈跟那個無人機，而且再多啊4000公里好了，對不對？你也沒有辦法打出你的區域啊，對，所以打不出這個區域的話，這個不可能變成世界大戰。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並沒有要插手啊，只是說不要用戰爭方式解決問題，你就停戰談和。要考慮到大家彼此的利益，有說美國你給我小心，或者你再打我就出手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講，也沒有一個國家出來說伊朗你得罪美國就是我的敵人，我現在要出來修理你。最可能這樣講的，因為美國很多小兄弟啊都是簽了條約的，歃血為盟的，對不對？有那個一起歃血的啊。說我打仗，我出去被人家打架被打了，你就要來幫忙啊，或者我要打架的時候，你就來一起幫手嘛，对，這些都沒有動啊。伊朗、歐盟全部沒動，北約的成員無一個動。日本說你打完以後，我就會派掃雷艇。然後呢，韓國呢，你把薩德飛彈弄走以後，韓國這個朝野還在那邊抗議呢，意思就不滿，對不對？對，這本來是給我們用的，為什麼拿去那邊用？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樣戰爭只會有區域的格局，別的國家也只知道這個只有區域的國籍，然後就讓這些國家自己去怎麼樣，自己去耗吧，尤其耗美國最好，把美國把它耗在裡面，把它的精力、把它的這個財力、把它的這個聲望全部給它耗在裡面，那不是太好了？不要自己動手，有人動手，那何樂不為？所以我覺得伊朗的這個議長講這句話有點太高估這場戰爭的格局了。那基本上就是他跟美國跟以色列了。他這次比較成功的是海灣國家沒有一起來修理他。這是他們自己的這個外交手腕跟戰略手腕還算靈活造成的。是。所以現在就是一大一小打伊朗。是。伊朗跟着一大一小打，就是這個格局擴不開了。是。好，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的主要目標很明顯就是美國跟以色列。不過呢，確實他現在也打到其他的海灣國家。那現在直指的就是中東他們最敏感的一個命脈，也就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廠。因為海水淡化廠對他們來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掌握了生命命脈。卡達是立刻出來譴責，就說呢伊朗違反了國際法。我們也來看到說，為什麼這個海水淡化廠這麼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卡達它的海水依賴度高達了99%，其他像是巴林、科威特海水的依賴度高達90%，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也有大概70%以上。另外就是伊朗還攻擊了杜拜港的油輪，甚至動員胡塞組織打紅海的航線。當然了，全球經濟因此陷入在動盪當中。現在伊朗是在对全世界施壓嗎？上这個怎麼看？所以这场中東戰爭，我們盤點到現在，伊朗在整個讓大家跌破眼鏡的一個非常關鍵的2大戰略。第一個部分就是他竟然打鄰國，我想戰爭都是大家敵對打，他打鄰國，他鄰國，而且這些都是穆斯林國家自己的兄弟之邦，
打什麼呢？先打美軍基地，之後打他們的一些煉油的跟美元掛鈎、幫美國賺錢的這個設施。其次，現在還在打的就是可能藏匿美軍的一些大樓跟飯店。所以這些東西其實真的打了很多，包括特別是現在有特別透過這種無人機以及這種火箭彈在打的時候，其實打的破壞的區域越來越大。但是聽起來都師出有名哦，感覺起來在很多人可能還蠻支持的。第二個部分，它的跌破眼鏡的戰略就是荷姆斯海峽控制。雖然過去都有推理，但沒有想到他這麼做，而且這是竟然是美國完全沒有準備的關鍵戰略。所以剛剛思敏提到的極限施壓，它其實就體現在這兩個。那中東地區當然情勢本來就很複雜，旁邊很多穆斯林的國家，當然美元跟石油能源的這個長久以來作為全球產業金融資本的這個掛鈎，就深深的刻在這個區域當中。但不得不說，他現在打這些鄰國沒有錯，沙特、阿聯酋，其他大家都越來越火大，最近也都放話，都在準備一些軍事的動員。然後你不要忘記哦，包括伊朗還有誰呢？真主黨啊，胡塞組織，游擊青年軍。所以這個地方的這個複雜程度，敵友之間，以及說它是這種國家，倒不如說是各方面穆斯林自己本身派系的衝突。但是我們不得不說啦，任何的極限施壓能夠到什麼極限？我認為不會無限上綱，包括造電子炸彈。為什麼？因為我們看最重要的三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包括在能源方面、石油方面，其實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低。而且這裡頭沒有因此有缺能源的陣營或有能源的陣營，大家互相傾壓。如果有這樣子的話，可能真的是會擴大危險。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所有的戰爭都是殺紅眼，因為就這種衝突理論，它是從低強度慢慢一直到高強度。所以剛剛提到這種淡水廠，就是說打來打去，可能打到最後開始沒得打了，就開始往民生基層的方面打。我覺得這是會讓所有周邊環境惴惴不安的。而且現在大家包括旁邊不是有一個容忍的邊界，你還是打跟美國有關。但是，一旦殺紅眼，你打到像剛剛提到的阿曼或各方面的淡水廠，影響到民生的時候，我認為所有的忍耐、承受穆斯林的兄弟的戒律都會有個邊界。但我認為伊朗現在還是在放話了，主要是看美國，如果你繼續打我的話，我可能會往下打。但美國好像開始準備要打他的民生設施了。對，好，所以美國現在準備要動手，我們持續看到那伊朗呢，他就說沒關係，我現在還有我的王牌。那他的王牌是什麼呢？會不會是地下飛彈城？因為現在看起來，伊朗的地下飛彈城好像美國都沒有辦法給它完全的殲滅掉。我們來現在看到最新消息，川普說的，他說已經摧毀伊朗99%的飛彈，但重點來了，為什麼現在到這幾天都還可以看到伊朗的飛彈不斷的發射？那現在根據路透社最新的報道說，美國跟以色列大規模轟炸之下，確實摧毀了伊朗1/3的飛彈無人機，但是呢，問題是還有1/3呀，他們都是被埋在地底下的。最關鍵的是，伊朗還有地下飛彈城 ，CNN 說呢，總共是27座，而且呢，空襲只摧毀了70%的它的隧道入口。重點來了，48小時，伊朗可以快速的把這個摧毀的隧道入口又快速的修復，就像打地鼠一樣，永遠打不完。怎麼這樣子？怎麼樣繼續運行呢？幹哥怎麼看？對啊，你會覺得說，原來伊朗的準備這麼豐富啊！我告訴各位哈，我以前當兵的時候哈，就是我們曾經服役的時候，我們台灣的這個青年都要服役。我就是在哪裡？我就是在馬祖服役的。我們在那個地下坑道，你要知道那個地下坑道東南下梁啊，但是9拐18彎啊。你從這邊打，我從那邊出去啊。對地下坑道最有效的叫做火焰發射器。如果美軍能夠跑到伊斯法罕或是納坦茲的那個飛彈城底下去放火焰發射器的話，那才會有用。那瞬時間會吸乾90%的氧氣。但是伊朗的準備絕對不是你。川普，你為什麼會講這個話？為什麼你敢講99%的飛彈已經被我們美軍摧毀了？對，哪一個幕僚告訴你這種話的？我相信，以我剛剛我所講述的那個當兵的經歷，你就曉得說，那個地下的網絡通道是四通八達的。那伊朗不會不曉得說，我們這麼重要的飛彈庫存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個地方的。所以那就像打地鼠一樣，這個形容非常貼切。然後 I'm here， 你頭伸出來了，我就打你，對不對？然後你又跑另外一邊說 I'm here， 你頭又跑出來，我又打你，對不對？所以打地鼠是一個很有趣的遊戲，就顯示在這一次的戰爭裡面，你會發現說，伊朗很厲害耶，因為它27個飛彈發射場被你摧毀了，然後還有4個主要基地，這4個主要基地分別叫做霍吉爾、巴欽、
哈基米耶跟沙赫魯德這4個主要的飛彈推進劑的生產工廠，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飛彈的燃料以及推進劑的生產工廠，遠比發射場來的重要的多。但這4個發進劑的那個推進劑的那個生產工廠被美軍摧毀了，但是伊朗還是能夠有能力反擊，你就要去想了，那他的實力是分散的多麼開，讓你根本沒有辦法一次。你代表什麼？代表你在伊朗境內的 CIA 特工的資訊不完備，你才會發現說，原來你的估算，你的將軍們告訴你的不是實際的狀況，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其實伊朗有沒有地下飛彈城，絕對有。而且我相信還有更多地方是你美軍的情報部門沒有發現的。如果你今天要再對伊朗，現在只是對於它的發射能力有稍微下降而已，但不代表你已經摧毀它90%的飛彈庫存。這2件事情的定義完全不同，不能這樣子解釋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看到這場美伊戰爭哦，這個美國跟以色列的打戰像是看表演一樣嗎？而且另外一方面，在金融市場賺錢賺飽飽的，像投資股市哦，但是有許多在中東的平民無辜的死亡。而且以色列總理的家人還先逃到美國去嗎？這是國安還是一場戰爭秀？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這一場戰爭現在打到現在，看起來像是一場權力、像是利益的一場戰爭秀。為什麼這麼說？來看到來自於最新是英國旁觀者的副主編，他做了一個最新爆料，他說呢，這邊有人跟他爆料的是，川普的日常啊，不是只是在開會而已，而是定期的，他都會進入到白宮的戰情室裡面去做什麼呢？坐在那邊觀看各種這一種轟炸的精華剪輯影片。這當中這些影片的長度大約是落在2到3分鐘左右，內容是衛星或者是軍機的畫面，呈現伊朗被炸成各種灰燼的畫面哦。根據了解，川普因此感到非常的有快感，而且呢，還指出呢，川普他偏好用影像來接收這些資訊，在播放影片的前後，還會大聲的討論，並且點評各種的戰果。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不人道哦！來自於最敏感的紅線，戰爭還沒開打前已經先進場了。來自於華盛頓郵報也最新在這邊爆料，川普的團隊在伊朗戰爭相關社群媒體發文裡面，常常將戰爭的畫面跟卡通、電玩片段做成社群貼文，讓退役軍人和殉職的官兵家屬感到非常的惡心。好，這個是有關於社群貼文，但剛剛我們也提到了這個金錢的部分，金融市場的部分也讓人感到非常的惡心。也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長了赫格塞斯，他的證券經紀人被最新《金融時報》爆料，在開戰前幾週聯繫了貝萊德公司，大手筆買進了國防的 ETF， 金額高達了數百萬美元。而這些軍火巨頭持股還包括了雷神跟洛克希德馬丁等等，也就是他們在賺的是戰爭財。針對於各種的戰爭，我們來看到是天主教教宗平常不太評論有關於時事的，這一回是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天主不會聆聽雙手沾滿鮮血的祈禱，強調他反對以宗教之名鼓吹任何的暴力、任何的戰爭行為。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特別來評論一下川普在戰情室看的這個轟炸精華的影片，還有國防部長提前布局國防 ETF 這2件事情，一邊打仗一邊賺錢嗎？謝大使怎麼看？這2個道德上都有問題，可是一個是違法的哈。你這個國防部長啊，這個因為掌握軍事情報，居然在投資股票，然後買這國防相關的股票，那這個很恐怖啊。那你想要這個打仗的時候股票一定跌嘛，對不對？那你想要現在股價太高，你說這些股票我讓它跌一跌，那就搞場戰爭嘛，對不對？那你讓戰爭打起來，股票都跌到谷底了，
你再放一些利多，哎呀，我下個禮拜要和談了，哎，那股票就上來啦。那你是絕對可以操縱股價的，而且你根本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你想要股市跌，你就可以讓它跌；你要股市漲，你就可以讓它漲。這些人他的財產應該要信託、交付信託的，怎麼可以還在那邊操縱股票？這個美國實在是，我覺得這個體制太有問題了。那川普這個人不是說他這個每天說俄烏戰爭實在不能再打下去，每天死那麼多人好像他是人道主義者、悲天憫人看不下去任何年輕性命的上升。可他現在他就是雙手沾滿鮮血啊，因為他是發動戰爭者，對，你下的命令。那個炸彈下去不長眼睛，很多人就血肉橫飛啦。是，對，你不能賴啊！你那個打死人家160多個女學生，也是跟你有關吶。那你平常裝什麼裝啊？哇，伊朗那邊那個俄烏戰爭死個幾個年輕人，你就怎麼樣？哇，那個面有氣容，好像你不能接受。那現在你自己為什麼去殺人？你還好意思說你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你現在你打了委內瑞拉，你又打了這個這個伊朗，而且是拿着最現代化的武器去炸這些武力不如他的國家了。說實話，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美國這些國內這些媒體也都在把這些事情都暴露出來。我相信川普不可能永遠擁有權力，黑克塞斯也不可能永遠做國防部長。他們下來，可是翻走卦必留下痕跡。即使他們自己內心不會有道德的自我譴責，可是美國的社會我覺得還會有人是要跟他們算這筆賬的，遲早的事啊。同樣的問題，幹哥又怎麼看呢？好，赫克塞斯這個是絕對的醜聞，為什麼？他自己本身到現在沒有講一句話他的證券經紀人他的證券經紀人竟然去聯絡誰？去聯絡在摩根斯坦利的那個客戶，然後幹嘛？他說：“我們要買你的 ETF 就是什麼？就是國防工業主動型基金就對了。它的原名叫做 EDEF 那這個東西，他說私底下講，我們部長赫克塞斯要投資數百萬美元。這個東西如果是真的的話，不是只有赫克塞斯要下台而已，是你整個川普政府都蒙受極大的陰影。這個我要調查的，因為你本身是戰爭計劃的執行者，你怎麼可以私底下去買那些股票？那些股票，我跟你講的最主要的這個持股者是誰？洛克希德馬丁還有什麼諾斯羅普、格魯曼，這都是美國最大的軍火製造商。你怎麼可以讓這些人？因為他們馬上就會知道訊息對不對？那就會造成 ETF 的波動，你就可以進而操縱那個基金的價值，那更會這個影響到股市嘛。所以梁14世他今天教宗他會講這種話，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川普他有一個，你知道那4年來的俄烏戰爭，他常常在戰情室裡面就看他自己的真實社群的小編都會幫什麼，把那個就是說平民或是這個戰士的死亡畫成什麼？畫成用 AI 動畫製成的那種短片，讓川普高興。我今天想請問你一下，對，我們都知道福斯新聞是你川普自己本身的但是問題是這個是嚴肅的事情，而且這是國家在支持的一個政策，你怎麼可以把它變成了一種你等於是消遣的一種工具呢？會讓人家覺得說，原來你這個當總統是這麼不正經的。你可以讓你的小編在你的真實社群上面去 po 這些東西，難怪會讓很多陣亡將士的家屬會覺得你是身為國家元首，你沒有嚴肅看待我們子弟的性命，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你當然造成很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我真的覺得說，如果這件事情就是赫克塞斯他今天真的是委託他的經紀人去買像這樣子 ETF 的那個基金的話，我告訴你。如果真的爆出來，將來會跟水門案一樣的那麼的影響的巨大，那絕對是美國政府最大的醜聞。是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可以看到美方的動作不僅是這個違反了人道還包括了可能觸碰到了法律
有觸法的這個危機哦。那另外一方面呢，要不要停這場戰事，也是要看以色列要不要停。那納坦雅胡他絕對沒有要停的意思，最新他这個已經下令了，要擴大對黎巴嫩南部的軍事行動，並且首度表態會控制相當於黎巴嫩1/10的領土，代價就是我們來看到目前的死傷人數，最新做了一個統計，1個月內黎巴嫩死亡人數1238人，3500多人受傷，再來就是美以空襲伊朗平民都是平民，造成了1500人死亡。但是另外一頭，俄羅斯媒體的爆料說，納坦雅胡的夫人已經去美國避難了，引發以色列言論炸鍋。尚志哥怎麼看？這個納坦雅胡的夫人當然啦，我們這個人之常情嘛。現在如果不是像過去那種特拉維夫啊，以及包括以色列很多城市都安全的話，那鐵穹都可以打下來的話，可能不会走了啦。可最近我們看到之後，所有的以色列城市都被炸得死去活来，該走還是要走。不過我還是有一個，我想大家是不是有印象？以前在中東戰爭的時候，我們都不是看到很多新聞說，在美國的猶太或以色列的選美皇後，還有念什麼耶魯大學、哈佛大学都放下學業回去當兵，對吧？以前都有這個印象，但其實為什麼都沒有回去呢？表示這一次其實這場戰爭跟伊朗戰爭裡頭看起來跟過去有點不太一樣。當然我們要講說，其實以色列自己本身也被殺了很多，但是呢，他們還是做很多的媒體控制。我們談到說，國際媒體現在特別像是在特拉維夫，只要有任何的轟炸，除非你就是這個炸彈在天空中，導彈我們看到他們就手機拍攝，落到地面的狀況來講，如果你靠近的時候，其實以色列都是會整個限制，而且不讓你的畫面流出去的。所以這裡頭其實也是以色列在控制，好，控制自己的死傷不會知道，但是確實殺人如麻。我們知道，其實，在先前有關於在加薩走廊方面，今年年初的時候，包括以色列軍方自己都承認，已經殺了7萬多人。7萬多人在今年1月的時候，所以這裡頭提到一個叫做加薩的這個種族滅絕，說在猶太人他們現在不是戰爭或保衛自己，他們其實還是有一套思考，就如同剛剛我們在看這個題目當中是思考，明明現在不是跟伊朗在打嗎？他為什麼還要打黎巴嫩？你明明被炸得死去活來，你在黎巴嫩為什麼要擴張你佔領領土？一如先前在加薩的狀況，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在看黎巴嫩這個地方，以色列的所有的動作殺平民、佔領土地，其實要回到早先在去年我們看加薩的這個所謂種族滅絕。我想其實我們要特別了解一件事情，中東戰爭不是以色列只保護自己，看伊朗有核彈攻擊你，自由之中，特別是納坦雅胡他所訴求就是猶太的末日論。猶太末日論雖然是一個宗教情懷的東西，可是訴諸於對於猶太人或以色列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將不斷的擴張土地，為他們自己的流亡跟最後的這個所謂末日是這樣，不是末日世界，是猶太人的末日什麼呢？就是說最後彌賽亞會出現，但是猶太人要自己將武力不斷的擴張，死傷也沒有關係，但到最後末日那一天，因為上帝眷顧猶太人，所以呢，他們會結束他們幾千年的流亡，他們會建立聖殿，然後他們也會獲得神聖的秩序。也就是說，現在以色列在打了半天，他們要朝向那個追求的結果，是他們最後的終極結果。這個末日不是我們覺得那個世界毀滅的末日，是世界都毀滅了，但是猶太人完好如初，而且恢復到神聖的子民的狀態。所以這個思路對於他們現在繼續的擴張、繼續殺其他平民，核心在此。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持續關心的是伊朗打臉川普哦，這個很酸。美國跟以色列現在是在祈求要做協商，並且呢，伊朗在荷姆斯海峽這邊現在進行的是雙軌制大發橫財，怎麼回事？已經造成了全球的供應鏈拉起警報了。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現在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川普說這個荷姆斯海峽已經非常的穩定了，但是現實是完全的打臉的。我們來看到川普說了，伊朗將會放行20艘
艘的郵輪，並且展現誠意。川普也說了，荷姆茲海峽現在很安全吶，局勢正在恢復當中。那麼財政部長貝森特也跟着川普來喊話，說美國已經重新的控制荷姆茲海峽，不排除會透過美國或多國一起來聯合護航。但是這話還沒說完，我們看到立刻在荷姆茲海峽發生的事故，來自於英國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最新的消息指出，一艘郵輪在荷姆茲海峽遭到了不明飛行物擊中後，立刻起火。另外就是科威特的石油公司的郵輪了，在停靠在杜拜的時候，立刻遭到伊朗的自殺式無人機攻擊。而伊朗的第一副總統也立刻說，現在是伊朗的敵人在祈求德黑蘭與他們談荷姆茲海峽的事宜。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川普說這個荷姆茲海峽局勢已經非常的穩定了，這個是軍事判斷，還是在穩定目前市場？它持續要來操控金融市場，來謀求更多的獲利。大使怎麼看？川普我認為有2個目的，一個就是要穩定這個油價啊，另外一個呢，就是在怎麼講呢，在欺敵，因為川普很喜歡一面談判，然後就偷襲別人，所以現在伊朗就是不信。伊朗好幾次我被你騙2次了，你都跟我講在談判，我也跟你談了，還談這中間就出手了，所以就是說，那這川普一貫的用法，他不是表示說我不打了哦，他沒有說我不打哦，是我現在要跟你談啊，可能談一半就打了哦，對，所以這個是川普一貫的伎倆，他從來沒有說我現在停戰，我跟你談判，或者說我現在談判我們就停戰。他沒有這種事情，他都是2手都一起在用的。那當然啦，他這個很明顯的是為了這個油價哈，他幾次放出利多，剛開始的時候很管用啊。他一講哇，油價立刻跌下來。而我們現在準備再過幾天就停火了啊。我們現在已經在談判的非常好，結果呢？那第2天，伊朗說我沒有在跟他談判啊。川普啊，他的這個策略包括說謊。我覺得川普認為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可以說謊。說謊如果說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話，他就盡量說。所以川普真的說謊真的是啊，一天要說好幾個，一個禮拜加起來幾十個，一個月加起來數百個謊言。可是他覺得這是對國家好嘛。對不對？只要對國家好就可以，目的決定手段。那問題就變成伊朗已經說了，伊朗說我們到現在也沒有跟美國在談判啊，我們是幹嘛？我們是透過斡旋者跟美國有交換訊息，這個是伊朗方面官方講的。可是川普就說在談判。那不過就是說，不管談判也好，還是打也好的話，我覺得川普的所有的這個這些做法的邊際效用快速遞減。他最近一次講說談判啊，荷姆斯海峽20艘船出來了，然後馬上要談了，馬上要停了，股市、油市都不動。所以大家說你能騙我一次，對不對？是哦，我是傻瓜。你騙我2次成功的話，對不对？我就是真的傻瓜。好，現在金融市場已經沒有這麼好的操控了，大家對於川普的不信賴度正在快速的提升當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伊朗呢正在透過荷姆茲海峽賺更多的錢呢？我們現在來看到伊朗，它現在針對荷姆茲海峽採取的叫做雙軌制。好，有分成說，第一個叫做安全通道，第2個叫做高價通道。安全通道就是說呢，友好的國家我會讓你安全的通過去，包括中国、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度等等。那高價通道就是說，這些你不是我的好朋友的，那你就要付数百萬的美元，附帶政治條件。那如果是对美國跟以色列，那就不用說了，是絕对不能通過的。那收益現在根據了解是非常驚人的，每天呢石油收入是戰前的2倍。這個資金就流向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去支撐他們繼續打仗。那另外還有一個最新消息是，伊朗的國會初步已經批准荷姆茲海峽的這個過路費法案，未來會採伊朗本幣來做付錢，也就是說，伊朗現在更能夠去掌握荷姆茲海峽了嗎？尚志哥又怎麼看？對，我們錄影前幾個小時前，這個革命衛隊宣布，
他們已經立法通過了荷姆斯海峽收費標準。對，我們知道其實伊朗就長期以來被禁運，那麼包括被制裁，所以其實通膨、貨幣貶值民不聊生啊。那這個荷姆斯海峽是什麼概念？先前推估，因為資本市場都在討論這件事情，然後我也聽到很多很有趣的消息，他在就過路費過一次收200萬美金，很多對吧？可是因為那個油賣的真的更多啦，這只是小 case 而已。一天荷姆斯就渡過140艘，這是什麼概念？一年伊朗在這裡就會收超過1000億美金，哇！那就大概是它整個這個一年的 GDP 大概30%，荷姆斯海峡。所以為什麼趕快立法通過？而且我們對比一下，最近不是現在俄羅斯現在可以開始賣油嗎？他們俄羅斯一個月大概可以賺60億美金，12。我靠，真的是伊朗賺的比俄羅斯更還多哈，所以這裡頭就到這筆賬裡頭，其實真的就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實可以想象，川普先前已經說漏嘴了，說他要打伊朗就是為了他的油。那麼，但是我想，川普死命都沒有想到，荷姆斯海峽這印鈔機，他的千算萬算沒想到，一定是羨慕嫉妒恨的。所以這裡頭如果有任何不理性的部分的攻打動作，我認為也是這個，因為商人真的很難受，竟然沒有料到那個金雞母就在那裡被伊朗控制住了。當然，其實資本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衝撞，在現在荷姆斯海峽當中，只要有一通過之後呢，它可能就不是會掐脖子了。因為等於是開始收錢了嘛，大家现在覺得能源斷供的這件事情，在全球能源市場可能就會獲得一些疏解。我不得不說啦，其實有很多方式發戰爭財。剛剛講赫格塞斯，他們叫賺戰爭財。資本市場其實多空交戰，只要跌了這邊虧了，有人就賺了哈。資本市場股市本身就是一個戰場。當然，像荷姆斯海峽這個比較像是蓋海關那個自估蓋一下，然後就可以收錢。這個我認為現在整個戰爭財裡頭最迷人，而且最高效，但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收下去。但是總之來說，對於伊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國家財政創意大突破。好，這個伊朗現在竟然是也賺起了大筆大筆的戰爭財哦。但是另外一方面賠賬的荷姆斯海峽的就是全球的供應鏈。我們來看到有幾項比較重點的這個能源供應鏈受到阻礙的，包括了這個20%的 LNG 跟石油運輸受阻，當然油價就狂飆嘛。再來就是氮氣的缺乏，工業原料包括塑化的缺乏，還有航運受阻，糧食危機也掀起，包括了氮肥跟尿素大漲了50%。川普針對荷姆斯海峽，接下來他的行動是什麼？幹哥又怎麼看？好，我跟你講哈，我們那個油價哈，不用多想，會繼續上漲。我們現在去加油，其實台灣人很有感，你只要1公升給我多了幾毛錢，我都有感。所以我們現在只停留在對於油價的那種注意力。接下來你會對於民生用品，而且最簡單的叫塑膠袋。為什麼？塑膠袋現在變成已經是開始有一些比較大的行號，它在開始管制了。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人覺得說不會鬧到那麼大。其實塑膠袋很簡單，它的原料聚乙烯，對，從哪裡來的？它就要靠氮肥啊，那都是從中東來的嘛。你現在船都出不來，大家眼睛都看着那個20%的石油通行量，你都沒有想到氮肥啊，你都沒有想到 LNG 天然氣這些東西都跟着一起非常重要。我們就說亞洲許多國家如果缺乏了這方面的進口的話，那整個國家的那個經濟態勢馬上就會立即受到撼動的，這很明顯。現在你還看不出來，因為什麼？因為你還有庫存。等到你的庫存用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不行了。等到你要整個要反應過來的時候，從別的地方再進口的話，況費時日，而且會拉得很長。所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說，我們會重新控制荷姆斯海峽的哦。你要怎麼重新控制荷姆斯海峽？我們說了半天，貝森特，你一個財政部長，我不太懂哎。你又不是赫格塞斯，你的軍事部署在哪裡？商務部長懂得國防部長他的軍事部署，重新取得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現在最新消息告訴你，迪利波里號啊，現在這個已經在當地了。全斯號要趕到現場的話，還要1個禮拜才到得了。只有1艘閃電航母，事情辦不成的。你一定要有至少2艘以上的閃電航母，再加1艘真正的航空母艦，你才可以重新掌握荷姆茲的通行權。
不然的話，光是見證者136無人機就可以把你給封死死的，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講這種話。